利物浦2-0西汉姆。利物浦踢出了一场人类智商应该有的比赛。我这么说没有半点不尊重利物浦的意思啊，只是单纯冲着斯洛特。真到了有帅位危机的时候啊，你看老小子他也会害怕。这不首发就进行调整了吗？首先拿下了萨拉赫。其实关于萨拉赫的使用就很搞笑。本赛季法老的状态是真的一坨不对，是一吨一宇宙。踢成这样还能坚持使用打首发，不知道的还以为斯洛特是傀儡，萨拉赫才是这种主教练的。萨拉赫安排自己是场上核心，安排斯洛特为首发主教练。萨拉赫不上，那谁替他位置？利物浦首席补锅匠索博又来了。索博出现在右边前卫位置，你这么安排吧，基本上意味着利物浦右路没有突破了。不过也差不多哈。萨拉赫在的时候呢，右路也没啥突破。不对，有突破，光突不破。首发当中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右边后卫位置，不再让索博过去客串了，也不用琼斯过去混一混了。他终于想起戈麦斯来了。而对前场进攻核心位置，则是无条件的相信威尔茨。球队坚决执行以威尔茨同志为核心的战术思想。本场比赛，迈巴赫和威尔茨同时出场，这组首发真的很强吗？利物浦真的踢得很好吗？我还真不这么认为。首先是利物浦的左路进攻，对比之前表现来说没什么明显提升，只是凯尔凯兹看起来没那么蠢了。传中时候呢，不是被动的闭着眼起高球了，偶尔也会地面球往禁区扫，甚至还会倒三角。而利物浦的右路呢，启用索博过来踢，那这一侧速度突破等同于没有。索博本身就不擅长干这事儿，而这场比赛也不是让他干这事儿。索博实际上呢是内收的，回到中前卫位置，边路给到从后面插上来的戈麦斯。戈麦斯踢的一点毛病都没有防守踏实，进攻插上及时，起传中也果断。他甚至还想在边路尝试过人你说利物浦得逼到什么份上了才会这么安排？有正儿八经的右边锋，但是没法用，边后卫能用的全都在那躺着。你说句不好听的利物浦现在右路进攻在联赛中下游级别的，你现在还能积分排名第8，知足吧。锋线上伊塔克呢，稳定发挥，打入了他11月份最佳进球，因为你也找不到第2进球了。目前保持着1个月进一球的稳定节奏他在禁区内抢点跑位差一些，这可以理解，但他在禁区外有空间情况下持球推进也压根儿没达到在纽卡时期的水准。就他目前的状态，能力压埃及蒂克一直首发就挺神奇的。所以你看利物浦拧不拧巴呀？还有麦卡利斯特，这个咱都不敢点评，毕竟起步分就是10分的球员其实他踢得不好，他后场组织没问题，但是有球时候他节奏慢了。而利物浦这场就是要打快，你双边路能打出东西不多了，至少要围绕威尔茨来踢。而威尔茨一大特点就是快，传接就快，快就意味着利物浦能瞬间打出反击，快就意味着利物浦推进大于西汉姆防守站位威尔茨和小麦这俩人在用完全不同节奏踢球，利物浦在踢着分裂的足球，这是本赛季一直存在的问题，现在依然没有解决。接下来内容呢，咱们重点讲一下威尔茨。我从没怀疑过威尔茨的能力，而斯洛特选择引入威尔茨来增强利物浦的中路渗透也没问题，只是斯洛特的本身战术改革的矛盾和利物浦双边巨大下滑影响了威尔茨的表现。他要是在曼城的话，威尔茨可能已经是瓜迪奥拉的超级爱将了，再加上多库、福登和哈兰德，那曼城到底会变得有多流畅多快本场的威尔茨你可以理解成自由人角色，首发位置是在前腰，但区别以往的是威尔茨不再接近于边线，他最主要的位置是2个肋部上方的区域，在纯边路时候他很难持球突破而在这个区域他既可以有肋部直三，有横向给到弧顶的传球，有斜向给到禁区里传球，他这场数据都不够体现他实质上给西汉姆带来多大的威胁。他的传球思路在利物浦现有球员当中就是第一，而他在回撤过程当中非常干净利落的一脚出球接反跑，利物浦甚至可以在阵战时候沿中路直接打透西汉姆，球运转的很快，非常流畅。这里还要再提一个球员索博，身为内收的另一名中前卫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踏踏实实的做好威尔茨身边的绿叶，而且是按照威尔茨的节奏在踢球，拿球先找威尔茨成了索博的首选项。威尔茨快起来，那索博传接球速度也快起来了。说白了，索博在努力的让威尔茨按照他自己喜欢的方式踢球。不止如此，索博还要不停的回到右路包住防守，所以他干的全是那种出力不讨好，数据层面上很难有表现的工作。
我是超级欣赏这类球员的，因为这就叫做执行战术能力啊。事实证明，在威尔茨身上这么投入是值得的。威尔茨创造力是真的很强，但凡加克波和伊达克多个人的话，威尔茨本场绝对有助攻，也是无敌了。威尔茨来到利物浦之后呢，真送出了不少好球啊，但联赛中一个助攻拿不到，你就能想到哈，利物浦其他进攻球员状态是有多烂了。当然，威尔茨自身在门前把握机会能力也一般，脚头不够硬。足球当中不能一场论，我们也不能依据本场威尔茨的表现就认为利物浦以后就这么玩是正确答案。因为西汉姆本场对威尔茨限制也不够，我本以为努诺会在下半场上来后呢，会在后腰位置上进行调整，去针对威尔茨，结果他并没有。你碰上威尔茨这种球员啊，你就要玩的恶心点，用身体去扛他，千万别给他空间，就一直贴着。结果努诺不听，结果威尔茨还是在内部区域一个小直塞，加克波助攻伊萨克，利物浦顺利领先了。其实以当时的场上情况来说哈，利物浦牢牢地掌握着局面啊，拿下问题不大。但这时候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出现了，放弃萨拉赫，利物浦领先了，但是彻底抛弃萨拉赫那倒还不至于，因为萨拉赫也可以跟佐博那样从边锋内收进来当中前卫，只要他愿意当绿叶也不是不能用。于是利物浦一领先，萨拉赫就在场边热身了。斯洛特这是想表达什么哈？利物浦离开了你萨拉赫就是能赢，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但我现在愿意给你机会上场，那说明我还愿意用你，所以掂量一下你自己吧，摆重态度。但是斯洛特也担心一球领先不太保险啊，那万一萨拉赫上去被扳平了咋办？我他妈的我帅味都没了。所以斯洛特一直在等待着利物浦的第二进球，而萨拉赫一直在场边热身。利物浦依然很接近进球，但是第二个进球就是没有到来。这时候帕奎塔等不及了，这一看就是萨拉赫的铁粉啊！那你们到底邪不邪啊？总不能逼着我往球门里踢吧？于是帕奎塔灵机一动，我找裁判对下去。好家伙，拦都拦不住，裁判也懵了裁判都躲着帕奎塔，但帕奎塔是追着裁判喷啊，没牌硬找牌啊，最后2黄1红下去了。努诺也是被催，刚上了绍切克准备打双塔，结果大盒罚下去了。逻辑上讲，帕奎塔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你下去是10打11了，但是比分还是1-0呀，你应该直接送点给利物浦啊。那说不准斯洛特最后一手调整就是萨拉赫上了，埃基蒂克补时再进一球，就是给斯洛特再出一道难题啊。你好好想想谁更适合首发吧。最终利物浦2-0拿下比赛。纵观这场比赛啊，斯洛特确实放弃了萨拉赫，也确实扶正了威尔茨，但是利物浦在踢的东西和斯洛特赛季初规划的战术改革毛关系都没了。比赛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利物浦处于一个防反的姿态，这是斯洛特为了赢球而进行妥协。即便是这种妥协啊，我仍然不认为这是利物浦可持续的战术。利物浦不能没有边路，而萨拉赫终将会回来，只是借此机会敲打一下，看能否幡然醒悟呀。而对于斯洛特来说啊，放弃换血啊，防守起家吧。利物浦现在踢不出既好看又能赢的比赛，先把零封对手作为首选项吧。这场拿下了，不意味着你帅位又稳了，接下来每一场比赛都是对你的考试。